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粤西小镇东镇的故事。一个名叫陈志远的瘦弱少年，他的人生本该在家庭贫困和社会动荡中埋没，然而他心中那份看似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愿望，却悄然凝聚成了一股超乎想象的灵魂执念。这个灵魂执念不只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他人，扭转了现实。灵魂执念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原始力量，它无影无踪，却悄然地运作于宇宙之中，感应他人的心念，引导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如果你也曾有过梦想，也想了解灵魂执念如何帮助人类实现梦想、实现奇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会非常适合你。灵魂世界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我们马上探索。黑色门打开。清末民初的广东粤西小镇东镇有一条街沿江而建，街两边各一排房子，都是临街的商铺。这条街的名字叫做江边街，街是沿江而建，沿着江水流入的方向，上游称为街头，下游称为街尾。在江边街的街头部分，一些较为体面、上得了台面的生意，比如粮油铺、裁缝铺、药材铺、钱庄票号、小酒楼和鸦片馆都在街头。而街的中段在临江的地方是一个小码头，对接着江上那些运货的帆船，泊靠着码头的有一艘运大米的船，3-5个苦力正在掌柜的指导下青筋暴现地往码头仓库用力卸货。码头往下走就是街尾部分，这里有凉茶铺、卖粥粉面饭的小吃店、杂粮米店、修鞋铺、理发剃头铺、肉菜市场、木器铺。紧挨着木器铺是棺材铺，棺材铺对面是卖香烛、冥纸的佛具店等等。沿街一直走到街的尽头是一个佛庙，街头有一个类似于城门的门，晚上是关闭的。街的两边房屋有作为保护墙的作用，庙也有一个门，晚上也是关闭的。这样整条街在晚上就可以大门紧锁，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东镇离县城衙门有100华里，在土匪远近乱窜的清末民初，东镇居民靠的是群策群力，自己靠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一份山高皇帝远的产业。在街尾的部分还有一家小小的书斋，是清末秀才陈廷章所开。陈秀才在这里教导学生以及他10岁的儿子陈志远。陈志远生于1910年，也就是清朝倒台的前一年。地处粤西偏远山区的这间书斋不大，仅3间瓦房，前厅挂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陈秀才每日鸡叫就起床，带着陈志远和几个邻里子弟循着《论语》起课，一字一顿，口中念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午后时分，陈秀才会偶尔翻开省城流落到小镇的旧报纸，指着上面的新闻，如孙文在设府于广州，陈炯明率粤军克复广州等新闻念给孩子们听。陈秀才不懂什么是共和政体，也未必赞成革命，但他知道孩子们必须看得比自己更远。1920年的东镇已不再是陈秀才少年时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小镇了。河道上的船多了，江边的生意越来越旺。陈秀才坐在小书斋的门栏上，望着空荡荡的学堂。昔日10来个学童围着他的书桌背《论语》大学，如今一个个都不见了。阿水家的儿子去了省城入读新式学堂，说是去学什么科学与德先生。阿旺干脆不来上学了，跟他爹贩卖稻米去了，说是比读书强许多。再看街上茶楼、商铺、布店等生意兴隆，人头涌涌，反倒是他这个文气十足的书斋，只剩下他儿子陈志远，仍规规矩矩地坐在偏厅练习毛笔字。陈秀才翻看着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南洋华侨汇款破万银元，铸建10校10桥，
翻开报纸的另一面，副刊上写着手艺胜读书，木匠月得2银，秀才年仅3银。陈秀才突然心中一震，他知道时代已经变了。他曾经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衣钵，做个有德有文的君子，哪怕穷也有气节。但如今他只希望儿子能养活自己，站稳脚跟，有手艺傍身，不被这个风雨飘渺的时代吞没。第二天清晨，陈秀才牵着志远的手走进了街上的木器店。木匠李大友是他们的老邻居，手艺出众，为人忠厚，做了一辈子桌子、凳子和柜子，偶尔也会做特制木头车。陈秀才让陈志远跪下，低声说：“李兄，劳烦你教小儿木工手艺，往后读书怕是不顶用了。”从此以后，志远每天一早便到隔壁的木器店学习木工。店里木屑纷飞，木头香气四溢，敲打声响个不停。傍晚收工回家后，志远还是喜欢翻开那本《论语》，小声朗读。木工使他安稳，读书教他思考。志远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他知道只要心不慌，手不懒，就不会被这动荡的年月推倒。做木工学徒的日子并不好过。陈志远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踏进李大友的木器店，扛木料、锯板、打磨、上漆。一天下来，双手酸痛，满身木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剩几分。夜幕降临，他往往只能靠着昏黄的灯光，捧着一本旧书勉强读上几页，但困意与疲惫很快就将他吞没。在这些困顿的夜晚，唤醒了他灵魂中最深的渴望。他在父亲留下的破旧报纸中看见了外面世界的一丝丝光。新式学校在沿海渐渐兴起，孩子们坐在课桌前，朗朗读书声在教室里响起。那一刻，东镇这个小地方仿佛成了一个牢笼。陈志远多么想飞出去飞到那片知识的天空中。可就在他刚刚升起一丝愿望时，灵魂中有一个冷冷的声音总会及时响起：以你的家庭环境，你是不可能去正式学校读书的。那声音反复唠叨，冷血无情地提醒陈志远，家中入不敷出，母亲体弱多病，熊秀才父亲无学生可教，家中每日吃饭都要斤斤计较，更别想学费、住宿、书本这些额外开销了。即使现实的声音一次次的打击他，陈志远灵魂中的读书愿望仍像野草一般不断疯长。他想象自己坐在新的教室里，听先生讲万国风情、天地道理。这个愿望每天都在心中重复，每一次幻想都在灵魂深处种下了一颗执着的种子。起初这些念头还很脆弱，每当现实声音响起，就如同风吹落叶般轻易打散了读书的愿望。但日复一日，他心中的读书心愿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逐渐累积、沉淀、发酵，像是不断被锤炼的钢铁，越来越坚硬，越来越炙热。终于有一天，这个念头再也不是模糊的幻想，而是如花岗岩一般硬的坚定意志。它脱离了陈志远的主体灵魂，化作了一个能够与主体灵魂连接，却又能独立思考和运作的灵魂执念飘零，简称灵魂执念。这个灵魂执念一旦形成，就开始无声无息地在宇宙中运作。它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却能感应到他人灵魂深处的波动，捕捉他们的愿望、恐惧、犹豫和行动决定。灵魂执念在灵魂与灵魂之间游走，寻找一切可能影响现实的缝隙，悄悄地推动着那看似偶然的现实事件发生。灵魂执念的力量既取决于意念本身的强度，也取决于它所在灵魂环境的复杂程度。在灵魂世界中，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当执念足够纯粹、足够集中，它就能穿越无形的现实墙壁，在混沌中撕开一道裂缝，慢慢引导一个人的命运方向。在木器店的每一天，陈志远埋头做工，汗流浃背地捶打木板。而在他灵魂的深处，灵魂在苦难中无奈地面对现实生活。
而灵魂执念却在黑暗中觉醒，冲击现实的枷锁。正是这个要读书的灵魂执念，正在将他一寸一寸地从现实的沼泽地中拉出来，引导陈志远走向一个他从未见过却一直相信的远方。那是民国13年，即1924年，广东人处于风雨飘渺的时代浪尖。广州城中，孙中山刚刚发动广州政变，罢免陈炯明，重掌军政大权。虽说是赶走了旧军阀，但权力更替带来的并非安宁。各路军队轮番驻防，枪声常响于城中街巷，军费拮据，民生凋零，有钱人惶惶不可终日。由于军政管制频繁更替，地方政府早已无暇顾及民生，兵痞土匪趁势而动，退伍军人、失业苦力、游手好闲之徒纷纷落草为寇。粤西的东镇以及周边地区更是不太平。那一年，陈志远14岁，一个人推着一个特制的木头车，要在2日之内送到高州府谭财主家中。听师傅李大友说，这个木车上面装有一个与木车连成一体的大木箱，是特别为谭财主搬家到省城而用的。正在路上推车的陈志远大汗淋漓，在盘山小路上一高一低的艰难移动。突然从山上路边连滚带爬跑出来一个少年，那少年回头望了望山坡上，远处有几个黑影正疾步窜动，刀光时隐时现，怒喊之声混着山风传来。少年见到陈志远，喘着粗气，神色惊慌，嘶哑地说：“土匪，土匪，快救我，快救我！”陈志远一惊，迟疑了一下，猛地打开车上的木箱盖，压低嗓音，喷着气说：“快进去！”陈志远手扶着木车，脸色煞白，心跳几乎要从胸口蹦出来。他知道箱子里躲着的是一个富家少年，看他身上穿着绸缎面料的衣服，脚踏皮软靴，要是被搜出来，被土匪认作富家子弟，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后果不堪设想。不到一会儿，从坡上冲出来一个土匪，那土匪一身灰袍，披着皱巴巴的皮衣，眼中布满血丝，肩上背着一支汉阳造的长枪，枪口斜指着天，杀气逼人。他往前一步，厉声喝道：“打开来，给爷瞧瞧！”陈志远嘴唇颤抖，低声道：“大哥，这是给高州谭财主送的箱子，定死的，昨晚才封的漆，还没干。”他声音发虚，汗顺着脖颈往下滴，手紧紧地扶着箱角。土匪眯起眼看着他苍黄瘦弱的脸，忽地用枪托重重一敲车板：“别废话，开！”另一个拿刀的土匪也随后赶到，冷笑道：“说不定那小子就藏在里头。”陈志远喉咙像被堵住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箱子。只要土匪在箱子里找到人，那少年就完了，陈志远也跟着完了。一向老实的陈志远突然咬了咬嘴唇，也不知是哪里来的说谎勇气，指着坡下的道路说：“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往那边跑过去了。”后面追上的另外那个老土匪，脚步还没来得及停下，听到志远这么一说，对着之前赶到的土匪吼道：“追！”说着，两个人影和声音一起消失在坡下的丛林中。剩下那名是最早赶到的那个带枪的土匪，仍狐疑地看着陈志远和那只箱子。他缓缓走上前来，大声道：“马上打开木箱！”同时拿起长枪，结实的枪托眼看就要砸向大木箱。陈志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猛拍地面，哭着哀求道：“大爷，别砸烂它！这是我们店花了好长时间做好的箱子，如果砸坏了，我是赔不起的，我家就要断米了，我是个苦命的木工，求你放过我！”那一刻，陈志远不是在演，而是真哭了。听说谭财主花了不少钱找师傅定做了这个搬家用的带大木箱的木头车，如果砸坏了，他和他那穷酸的秀才父亲是赔不起的。
土匪冷哼了一声，看了他一眼，把枪放下，用手猛地打开箱盖。这时陈志远听到远处有鞭炮的枪声，土匪也顾不了那么多，垫着脚跟伸头看了一眼箱子，箱子里空空无一物，一股呛鼻的油漆冲脑而来，土匪感到眼前一辣，喉咙有一股隔夜饭菜就要冲出来。土匪骂骂咧咧地朝陈志远吐了口痰，骂了句都穷鬼没气，随后抬脚就跑下山去。等土匪们走远了，山风卷起泥尘，吹乱了志远额前的头发，那大箱子忽地发出轻响，里面传来闷闷的声音：兄弟，你救了我一命。陈志远没说话，只是坐在地上，手还在发抖，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片刻的冷静后，志远推起木车，一口气狂奔，经过了好几个岔路后，终于体力不支停了下来。陈志远打开木头车底下那下沉的木箱推门，半开的门打开后，躺在另一边拖板的少年滚动身体，先是双手支撑着，然后双脚落地，横卧在车底的土路后爬了出来。木头车是谭财主特别定制，木箱和木车连在了一起，分上下两层，上部分在木车的上面，打开木箱盖只能看到与木车平行的上部分，下部分下沉在木车的底部，推拉盖板朝向车的底部，方便搬运贵价物品时掩人耳目。少年站起来踉跄了一下，晃晃眩晕的头，拍拍衣服上的尘灰，猛地朝志远深深一躬：兄弟，刚才若不是你，我张景文恐怕要大难临头了。陈志远全身仍不停地发抖，衣背被冷汗湿透，勉强着说道：吓死我了，算你走运，差点被你害死了。两人就这样结伴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经过2天的相处，彼此知道了大家年纪一样，都是14岁。陈志远出身贫寒，为生计学木工讨生活；张景文家境殷实，为读书虚度光阴而荒废玩乐，唏嘘不止。在高州城外，张景文掏出高州府立中学堂的入学证书，要求陈志远再帮一个忙。我张景文打小就被家人逼迫着念书，可我只觉得念书就如坐监。如今我老豆逼我进学堂，我宁愿去茶馆听戏，去河边玩鸟，但我又不想家里知道我逃学，断我银票，所以我想到一个主意。他把证书递给了陈志远：你带我去报道，你聪明又讲义气，做事稳当，你帮我去读3年书，你放心，我供你吃住，供你使费，你就顶着我的名字去学校报道，把学堂念完，千万别惹麻烦，千万别让学堂去我家里找人。陈志远望着那张入学纸条，心头百感交集，不知道思考了多久，他默默地伸出手接过了那张纸。陈志远把特制木头车送到了谭财主家，投入了3年的高中府立中学学堂学习。张景文也很是守约定，在玩遍了高州府以及附近州县的同时，还是不忘定期给陈志远送日常开销。看着陈志远日渐消瘦和憔悴的脸，张景文常常摇着头说：阴公咯，读书太折磨人了，真是可怜啊。张景文很不理解，人世间竟然还有人喜欢读书这么折腾的玩意。临近毕业，不知何故，陈志远再也找不到张景文了。还好已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离毕业不远。之前张景文给的银子还能撑到毕业。陈志远在毕业时仍没有联系上张景文，于是在离开高州高中时，志远接过了校长亲手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虽然那一张高中毕业证书没有照片，但醒目的张景文名字以及红色的学校大印章，还是令这一张薄纸片显得沉甸甸的。毕业的那天，陈志远踏上了回乡的土路，轻快的脚步中，内心藏着一点恍惚。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完整的读完3年高中。在东镇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除了河对岸朱财主家的大儿子，整个东镇就属他一人了。
他感谢上天的眷顾和张景文的帮助，也感激自己勤奋坚持，也隐隐知道自己一路走来的奇迹还得归功于那个深藏在他心底不曾放弃的灵魂执念。那年谭财主定制了一辆特制木板车，需要有人送往百里之外，志远竟主动提出一个人前往。师傅陈大友惊讶的几乎合不拢嘴，一个瘦弱少年何来这样的勇气与决心去做这个笨差事？志远说完后自己也后悔，一路骂自己鲁莽。那一刻，陈志远的一时冲动是灵魂执念的引导，是他的灵魂执念在主导着事情发展的方向。灵魂执念感应了远处土匪灵魂和即将上路的张景文灵魂。陈志远的灵魂执念一直在无声无息地与天地各灵魂在感应沟通。灵魂执念让陈志远在适当的时间到达了适当的地点。在盘山土路上，张景文看见了一个瘦小的陈志远正推着一台载有木箱的木车，张景文正被土匪追赶，命悬一线。此时张景文已经是灵魂涣散，心智几乎崩溃。这个时候张景文灵魂最脆弱，最容易被影响。陈志远的灵魂执念感应和影响着张景文的灵魂。张景文大脑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快向这个小伙子求救，快向这个小伙子求救。这样一切都是这么不可思议，一切也都是这么顺理成章。身当力薄的陈志远竟然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在强悍的土匪眼皮子下救了富家公子张景文。最后在看似机缘巧合之下，张景文出资支持了陈志远完成了读书的心愿。灵魂执念通过感知和甚至影响其他灵魂，让主体灵魂达到了灵魂执念中的意愿。这是一种奇妙的灵魂活动。陈世坚把这种灵魂活动称为心想事成，又或者是有志者事竟成等等。而被影响的人会有一种俗称鬼使神差的感觉，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这件事情，甚至做了后也稀里糊涂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做。被影响的人事后可能会说上一句：我怎么会这样？这些现象在灵魂的世界里，这种灵魂活动称作为灵魂执念引导现实。每一个灵魂执念的背后，都是灵魂执念在与其他灵魂对话和协调。当意志力够纯粹，执念够坚定，感应撼动天地灵魂，现实或许真的会微微倾斜，成就一场奇迹。因为有时候最伟大的改变，不但靠力气，不但靠运气，更要靠那个无声无息的执着的灵魂执念。今天的灵魂故事是灵魂执念力量的一个展示。在那个风雨飘渺的年代，一个少年的纯粹愿望竟能穿过重重阻碍，扭转看似不可能的命运。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深藏的执念，只要够坚定，就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现实。心想事成，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心诚则灵等等，这些流传千年的俗语，正是对这种灵魂执念引导现实的简单解读。它提醒我们，除了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沉默的灵魂执念会悄然推动着奇迹的发生。好了，今天的灵魂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一路有灵相伴，一起探索了灵魂世界中的灵魂执念奥秘。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深入解开更多关于灵魂执念的谜团。什么会让灵魂执念加强到极点呢？为什么在人生中，反正好人会死，坏人也会死，但为什么要选择做好人呢？等等关于灵魂的奥秘话题。灵魂的世界博大精深，将在下一集的灵魂故事中继续为你探索。如果你喜欢今天灵魂系列故事的第8集，请别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灵魂执念的看法，或任何你曾心想事成的经历。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我们下集再见。